提到七彩啊，大家第一印象是不是那些鱼缸中呢身价超高，动不动就绝食抗议、傲娇到不行的这些水族界的国王？甚至有新手跟我说，伺候七彩就像伺候他的女朋友一样。但是你有见过七彩在大自然中最狂野、最接地气的模样吗？今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呢，来到亚马逊河，我们潜入去看看野生七彩，它是怎么一边逃命一边育儿，甚至用自己的洗澡水来喂小孩。话不多说，点个赞，我们马上潜入。要了解七彩的私生活啊，我们不得不先聊聊亚马逊的年度大戏——洪水脉冲。在巴西的低地湖泊，每当雨季一到，那个水啊不是用涨的，而是用倒的，就像我们最近的天气一样，水位一口气啊暴涨到6公尺，整整2层楼高。各位，原本在岸边散步的灌木丛，甚至整棵大树，一秒变成水下世界。这时候呢，平常躲在深水区的七彩神仙就会集体兴奋哦！哦耶！免费的水上乐园开张喽！对他们来说，淹水的森林就是最棒的豪华产房，兼吃到饱的餐厅。于是，他们就开始在树枝里疯狂的约会、谈恋爱喽。不过呢，要拿到这张水上门票啊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这时候的水底下呢，俨然就是一个修罗地狱啊！怎么说呢？雨季时，水里到处都是泥沙，浑浊到不行，能见度呢，大概只有你一条手臂这么长。而且啊，水流大到像台风一样。更惨的是啊，周围还有一堆不讲武德的邻居啊，就像随时想咬你屁股的食人鱼。胃口超大的皇冠三尖，甚至长达数公尺的巨骨舌鱼。那我们这些看起来扁扁胖胖的七彩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各位，请看他们身上的黑条纹，这可不是拿来装饰的。当掠食者游过去时，他们只要往树枝里面一钻，身体一侧，黑条纹就跟树枝完美重叠。在敌人眼里，他们直接原地登出，就像是忍者一样。强烈怀疑，当初军队的迷彩服就是学他们的。那好，现在就进入了最引人入胜的育儿环节。当七彩夫妻在树枝堆里生完蛋后，母亲会化成24小时全自动电风扇。她用她的胸鳍帮叶子底下的鱼宝宝扇风，做 SPA， 把脏东西吹走。那这时候呢，爸爸也不是闲着哦，爸爸在外围当保全，谁敢看近就去啄谁。等到宝宝孵化、会游泳之后，最神奇的魔幻时刻来了。这群刚出生的鱼宝宝是不吃饲料的，它们就像一群小蜜蜂一样，密密麻麻地粘在爸爸妈妈的身体两侧。吃什么？就吃父亲体表分泌的营养黏液，我们俗称它为喂奶。这真的很屌，
鱼会喂奶。而且他们还懂得轮班制哦。妈妈被吸干了之后，累到快虚脱，爸爸就游过来了，一个华丽卡位，妈妈顺势闪开，小鱼曲就自动无缝接轨的移到爸爸身上，继续吸。这默契啊，比现在人类的夫妻还要好哦，点个赞吧。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啊，我靠，野外的环境这么恶劣，那我们在鱼缸里面的那些七彩是怎么得到的呢？其实，在旱季水变少的时候，当地渔民就会用流刺网去捞这些七彩。虽然捞上来的时候呢，鱼只身上常常被网子刮得一条一条的，粘液也都掉光了。看起来就像刚跟人家打完架的古惑仔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别被它在鱼缸里面的傲娇外表骗了。野生的七彩其实是超、粗、勇。它们一被送到专业贸易的隔离检疫缸之后，吃好睡好，没过多久伤口就会自动的痊愈，直接满血复活。最后呢，坐飞机到世界各地，又变回大家熟悉的那副高贵傲慢的嘴脸了。看完野外七彩的荒野求生记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这也给我们养鱼的人一个启发，是不是我们在鱼缸里面不需要这么的单调？没事，不要擦着这么干净，甚至里面摆一些枯木，让它回到它最自然原始的状态呢？搞不好哪一天回家，它就生一堆鱼宝宝给你看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点赞哦。如果你想吐槽的话，也非常的欢迎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，拜。